男人30之后想要过得爽，那这10个关于两性关系的顶级思维一定要吃透。第一个，想让女生喜欢你呢，你得让她笑；想让女生爱上你呢，你得让她哭。那这个哭不是让你用武力手段，而是激发她的感性情绪。要知道，女人天生就有强大的共情系统，你让她心疼你，为你着急，那比任何付出都管用。就像一些渣男总是会给自己打造一个悲惨人设什么以前创业只能吃泡面呢被前女友就忽悠了多少钱呢等等，甚至他们会给女人说什么以前的我已经不相信爱情了，但遇到了你，你就像一盏明灯点亮了我的生活。我就这么说吧，这种特殊感以及悲惨人设没有女人不行。第二个就是一个巴掌比一颗糖更让女人心动，但这个巴掌也不是耳光，而是敢否定、敢冒犯的一种气场。就比如说女人经常会说什么我喜欢对我好的 OK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在给你提要求，对吧那付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白付出就是供养者了，是冤大头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说呀？那你怎么回馈别人的好呢？兄弟们要知道人对价值的感知都是存在误差的。就比如说 HR 会认为敢提高薪的员工他的能力就会更高你们也会觉得说背名牌包包的女人也会更优质，对吧？那同样的道理女人也会认为敢反向提要求、敢冒犯的男人他的价值一定是更高的，他的资源也一定是更多的还有就是第三个了，女人对强者的感情是仰慕的爱恋，但是对弱者呢只有同情和怜悯正所谓成王败寇，你弱人人避而远之，你强人人奉承敬之。那感情也是一样的，只要你是个强者，你站在哪里女人就会爱你。但如果你是个弱者，你就算穿越整个城市去接送她每天上下班，对吧？她也会觉得你晚到了1分钟是不爱的。那当然了，这里的弱不是 money， 不是实力，而是一种自我认知的框架格局，对女人过度的这个在意跟过度的付出这个就是心弱的表现。好，第四个就是在付出之前你得先学会索取。有一句话真的说得非常对，人是不会记得翻山越岭来见自己的人，只会记得自己翻山越岭去见的人。所以你想长期绑定一段关系，重要的不是你的付出，而是你会不会索取。那具体怎么索取？很简单，从小事入手，让他陪你逛街搭衣服，让他给你挑选护肤品，让他陪你加个班吃个饭等等。你先索取他的时间嘛，慢慢的再让他给你买双鞋挑鞋等等让他给你挑个表等等，是吧？兄弟们要记住，我们的目的不是东西本身，而是要去试探女人对付出的看法，还有她的性格底色。当然了，如果女人愿意先付出，那你作为男人你也需要及时给予回应还有就是第5个，在女人面前永远保持3不原则：不解释，不自证，不纠缠。现在的大环境把我们女人的地位真的抬得有点高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被带节奏了，去迎合女人的想法了去向女人解释、纠缠或者是自证了，那么就算你是财富自由的创一代，或者是说你是富二代，女人也会把你归类为没有自我认知的提款机第6，你们要永远记住，没有人会永远属于你，他只会短暂的陪你一程而已。当你能够读懂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永远不可能是感情低位的了，你也不可能被女人牵着鼻子走。就像我之前提到过一句什么，你害怕什么，什么就会控制你；你执着于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所以你越害怕失去女人，你在她眼里也就会越没有价值。你越执着于绑定这个女人，那你就会活得越痛苦但当你开始无所谓的时候，你的价值、你的闪光点反而会让这个女人刮目相看第7，女人都有麦当劳属性的兄弟们，喜欢被命令，喜欢被带领，但是呢就是不喜欢被尊重，被给选择。就像聪明的男人从来不会问女人说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只会在牵手接吻之后顺理成章自然的把自己带入到这个男朋友的身份这个时候呢，女生她会根据当下的一个情况状态，默认你已经跟他在一起了当然了，你们也别太莽撞了，这些行为都需要循序渐进的也是需要看时机看氛围。
还有第8个啊，不要轻易的向女人亮出你的这个银行卡啊。要知道啊，财务状况真的不管是公司还是说是在感情，都应该是最高机密。毕竟人性的底色是贪婪，是欲望，是你 money 越多啊，对方的胃口就会越大。打个比方，他知道你身上有100多个的现金流 ，OK， 那你还送他一个小千把块钱的一个小手链的话，你觉得他会喜欢吗？这个概念能懂吗？你展示自己的财力就等于给自己上压力，得不偿失。第9，男人在年轻的时候尽可能让自己去当一个渣男，多谈恋爱多试错一定没有问题的。但是兄弟们啊，注意啊，我说的是让你们去多试错，不是让你们去犯错。你在谈恋爱的过程中该认真也要认真啊，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锻炼你的心态，最好呢要练到你对任何漂亮女人都能够保持波澜不惊的状态。为什么？因为谈恋爱是让一个女人成长代价最小、见效最快的方法。当你体内对女人产生了抗体，那你就能随时保持理智，保持清醒，你也不会再轻易的被影响，而是知道要把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搞钱上。所以兄弟们记住，这些真的都是一定是你真正的去经历了之后你才会练就的一些本事，所以光懂概念很难真正的成功。第10个，毁掉一个男人最快的方式其实就是随便结婚。老婆是什么呀？是占据你大半生的战友，是可以在手术同意上签字的亲人。选得好，幸福一生；选不好，那就是痛苦余生。所以谈恋爱可以靠感觉，但是结婚一定要看人品、看性格、看原生家庭啊。关于这个方面呢，焦哥也专门出过一些内容，大家可以去翻一翻。那我也知道啊，很多兄弟面对感情仍然是做不到理智分析的，不过没有关系，毕竟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过不去的坎儿，或者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对不对？还是那句话，弱者才会去钻研情感，强者都懂得用人性。我是焦哥，下课。